第29章，重要的日子。3月时间眨眼便是匆匆过去大半，而距离萧炎的成人仪式也仅有1月距离。整洁的小屋中，萧炎双眼愣愣地望着木盆中的青色水液，这已经是最后的筑基灵液了。斗之气越到后面几段，越是难以修炼。自从上次突破到第7段之后，萧炎体内的斗之气已经沉寂接近2个月了。2月中，不管他如何修炼，那种突破的感觉却始终未能出现。傻子一般的盯着木盆好半晌，萧炎这才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嘀咕道：不知道依靠这最后一滴筑基灵液能否突破到第8段斗之气。缓缓地站直有些酸麻的身子，萧炎出乎意外的没有继续修炼斗之气，反而从衣柜中取出一套得体的黑色衣衫。在举行成人仪式的前1月，所有人都需要参加一项预测，预测的作用自然是剔除那些斗之气不及格的人。斗之气在第7段之上的族人，在成人仪式完毕之后就能获得进入斗气阁寻找功法的资格，而在第7段之下的族人却将会丧失这种权利。等成人仪式一过，就将会被分配到家族的各处产业中去。日后若非表现杰出，或者在修炼速度赶上其他优秀族人，否则很难再次成为内部家族。刚刚换好衣物，门口处却是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萧炎哥哥在吗？听着少女清脆的声音，萧炎眉间挑了挑，扣好衣服，双手抓起木盆，将之藏到隐蔽角落之后，这才慢悠悠地行至房门旁，将之一把拉了开来。房门被打开，温暖的阳光顿时铺洒而进，照在那一身黑衫的少年身上，看上去分外精神。房门外，少女亭亭玉立，清爽的淡绿衣饰将那初具规模的娇躯完美衬托，衣衫遮掩的小胸脯虽然有些青涩，不过却依然骄傲地释放着青春的诱惑。不堪盈盈一握的小蛮腰之上，随意地束着一条紫色衣带，微风拂过，紫带飘扬。望着门外这娇美的少女，萧炎愣了好片刻，方才缓缓回过神来，上下打量了一下靴儿，啧啧地称奇：大清早的，我还以为是哪里的女神降临了呢，细看看，原来是我家靴儿啊。听着萧炎这略带几分戏谑的赞美笑语，靴儿水灵的大眼睛眨了眨，只是矜持地抿着小嘴微微一笑。不过那双悄悄弯成美丽月牙的柳眉却是道出了少女心头的喜悦。秋水眸子带着几分欣喜，靴儿也是轻扬着精致的下巴，打量着开门而出的少年。接近1年的苦修让得萧炎脱了几分稚气，清秀的小脸多出了几分莫名的韵味。长时间的肉体训练也使得萧炎的身板结实而健壮，一件黑衫套在身上，整个人看上去倒也算得上是个俊秀的少年。走出房间，反手关上房门，望着眼睛盯着自己眨也不眨的靴儿，萧炎有些愕然地打量了一下自己，疑惑地问道：没什么不对的吧？俏美的小脸微微一红，靴儿赶忙移开了目光，抿嘴微笑道：走吧，萧炎哥哥，今天可是预测的日子哦，你准备好了没？眼眸微眯，萧炎耸了耸肩，嘴角挑起一抹若隐若现的桀骜，平坦的手掌缓缓握拢，淡笑道：废物的名头，从今天开始就还给那些赋予给我的人吧。望着信心十足的萧炎，薛儿偏着小脑袋，轻笑道：我相信萧炎哥哥。你当然相信，你恐怕又已经看透我的实力了吧？萧炎白了他一眼，撇嘴无奈的道。望着似乎有些郁闷的萧炎，薛儿莞尔微微点了点头，可爱的摊了摊手，笑道：第3段到第7段斗之气，只用了1年不到的时间，萧炎哥哥的修炼天赋，即使是薛儿也是望尘莫及啊。走吧，妮子。萧炎摸了摸鼻子，手掌亲昵地拍了拍薛儿的脑袋，然后一挥手，对着家族后面的训练场大步行去。望着少年那与以前的落寞黯然截然不同的背影，薛儿欣慰一笑，低声呢喃道：萧炎哥哥，薛儿早就说过呢，你会寻回属于自己的尊严与荣耀。巨大的青石训练场，足足100多米少年少女伫立其中，阵阵喧哗声冲天起。在训练场中立着巨大的测验黑石碑，这种测验碑也只有一些有实力的家族才有资格配备，价值不菲。黑石碑之旁依旧是1年前的那位冷漠的测试员。训练场左边的高台上坐立着家族中的一些内部人士，在中央地带是族长萧战和3位长老。场内
那些即将等待着被审判的少年少女们正忐忑站立，一些平时表现优秀的，脸上倒并未有多少紧张，而一些天赋一般或者低下的，则是一脸彷徨与忐忑。肖战沉着脸望着满场脸色各异的族人，心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：“言儿，你能过得了这一关吗？”族长，时间已经快到了，萧炎怎还未到？肖战身旁，二长老皱眉问道。肖战斜瞥了他一眼，淡淡的道：“时间还未到，急什么？”二长老怎连这点定力都没？被肖战噎了一口，二长老脸色略微有些难看，阴恻恻的冷哼道：“就算你给他拍满了筑基灵液，那也不可能让他在1年内到达第7断斗之气。你别期待什么奇迹发生了。”闻言，肖战脸庞一怒，他现在也正烦躁着呢，这家伙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就当他打算回斥之时，场中却是略微骚乱了起来。目光一转，远处广场尽头的小路之上，2道影子正缓缓而来，从容的步伐似乎并未因为今天的重要日子而有所急促。微眯着眼睛望着远处黑衫少年脸庞上的淡淡笑容，肖战不知为何轻舒了一口气。